我是涵涵。我观察到了 Vitality 小蜜蜂今年到目前为止在 Dust 2的胜率实在高的离谱，100%啊！而且大部分场次都是以大比分碾压取胜，这让我非常好奇他们打法逻辑。于是特别挑了近期2月份在 PGO 克鲁日上面对上 Purification， 以下简称为 PV 的赛局。虽然 PV 目前的状态也很不错，账面上比分是悬殊13-3，但我认为 PV 表现其实并不差，许多战术布置也是合理的，单纯是小蜜蜂展现出的宰制力太过强大。为了让主题更明确，我们这次先将目光聚焦在防守端。虽然面对不同对手会有不同策略，但大体上他们的防守站位与职业级的战术配置是有一套逻辑的。如果你平常是比较没有常驻队友的单排玩家，我也不太确定你看完这支影片能在个人表现部分学到多少。但我想尽量让大家明白一件事，这毕竟是5打5的团队游戏，来看看这一支联动配合到位的顶尖队伍能展现出什么样的统治力。我自己不太喜欢看那种流水账式的分析影片，所以我尽量在每个 play 中提点出他们做得好能赢下局面的关键因素，以及选手的个人发挥。现在台湾也有像 HL 和 SEC 这样的社群比赛，让大家大显身手。如果你有固定队友或多排伙伴，非常推荐参考这一线赛场的战术配置。在开始之前，非常感谢赞助商支持我们持续制作影片。广告后马上进入正题。本片由 Skin Club 赞助播出，提醒大家未满18岁请勿进行开箱行为。想帮你的饰品库大换血吗？接着看下去。Skin Club 是全球最大的开箱平台之一，拥有大量独特宝箱，还会根据全球时事定期更新内容。相比官方开箱，在这里获得酷炫造型的机会更大。玩家最在意的公平性，他们比你更重视。Skin Club 采用可验证公平系统，确保所有人的几率完全一致，而且入金非常方便，无论是信用卡、Google Pay、Apple Pay 还是 PayPal， 统统支援，甚至连虚拟货币也能直接转入，操作门槛超低。他们更长期赞助 CS 一线赛事与战队，是真正支持电竞社群的优质平台。这里不只有多样玩法与每月新活动，随着你等级提升，还能领取额外的免费武器箱，福利诚意十足啊！如果你有开箱需求 ，Skin Club 是你的好选择。现在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哈迷 CS， 就能直接获得奇葩的储值加成。现在就去试试吧。开头先总结一下，我发现小蜜蜂有以下防守惯性。在赛局前半段，中路沙地几乎不太花很多的道具与人力资源去防守，但 A 小或 B tunnel 有道具都会不吝啬，不断以烟雾火来拖延进攻，算是一种让进攻方更容易中转 B 的诱惑。而遭遇 mid to B 时，几乎都靠 A 点人员联动共同回防解决，或是靠 B 点 anchor 强大的防守实力两边应对。这一点与 Falcons 我发现有非常大的区别。之前看 Falcons demo 的时候，我常常看到 Killsky 会在中门非常激进的与敌方交火，但 Vitality 这种防守方式，我认为非常吃团队联动。开场时非常常策动2人先拿下 A 大在开场时会给予很多道具压力，但在这场 PV 几乎也不太去硬碰硬，几乎都由 FMC 去处理 A 大。偶尔吃进门内，或是依照队伍的 call 帮忙回到 A 点进行联动。3. 中路情报大多是 Apex 游走 CT 或是 A 小拿去，因为职业赛场很少发生进攻方疯狗打 A 小的情况，所以 Apex 会在 A 小附近看看 B 下，看到人就给一颗炸，没什么 A 小的声音就跳回 CT 等情报，看到对方封了中门烟，也不会继续冒险待着，而是回到 CT 或 A ramp 继续给予道具拖延时间。开场时 T 方要拿中路，过点一定必封中门烟，每次都站在原点，保守的偶尔灌烟，给炸或闪，意思一下就走回 B 点与 Raps 继续抱团 B 点当乖宝宝 Anchor， 不太会踩在中路近点，因为太容易被突然淹出来的匪方换掉。最后偶尔载物才会激进一点，跑到 A 秀前架 B 下，叫上 Apex 踩头一下，10把中可能拿出1-2把稍微比较激进的站位。而蜜蜂在这场与 PV 的对战中，防守方前半段的中路争夺几乎采取被动应对，等待 PV 出招 ，Raps 固定驻守 B 点内，美自己则在沙地与 B 点之间轮转，两人紧密配合，形成 B 点铁壁。粉丝与载物则比较长，稳稳能踩住 A 龙这条线，并将道具留给 Apex 在 A shore 或 CT 运用。T 方若缺乏中路控制，而中端点的选择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 PV 在回合前中段势必得逐步消耗道具资源，拿下 B 下与 A 小区域。Apex 也清楚这一点，与其和 T 方正面争夺，不如省下争夺中路资源，稳定的踩住两侧的线路，在 CT 与 A shore 区域以情报获取为主，依靠对方使用的道具各种资讯，做出反制的雷和烟雾弹，去拖延时间，提前判断进攻动向，并抱团防守相对更有利，可以互相支援的点上枪线，不让进攻方在 A 小到前点就抓到人头，讨到任何便宜。首先我们先看 CT 方的手枪开局，虽然在数据上他们赢下手枪局的胜率稍微偏低，但还是看一下他们这把怎么配置吧。手枪开局4人 A 龙开 ，Raps 1人中路拿资讯，在拦车位总共有4颗闪留给
Apex 准备应对第一波 A 龙爆弹。这边开局思路是 A 点先最大化资源拿下长枪线的一边，而 Robs 在中路看到匪方第一时间下中门烟，就可以判断 T 方想要先拿下中路。而在我们之前推出的杀2中路防守教学影片中有提到，杀基础思维，还没看过小伙伴也可以找时间补一下影片，这样可以更看懂后面职业赛场中的决策思路。如果那支影片是课本的话，那这支影片就是练习题本了。对进攻方或防守方而言，中路 A 小 B 下是中路联动的黄金三角，所以在慢节奏的图控下 ，T 方进攻的预设就一定是拿下 B 下与 A 小。我们可以看到 T 方大佬 Gem 策动了3名小老弟，第一时间去拿了 B 下。回头看防守方 ，Robs 第一时间给予队友资讯，中路被封烟了 ，A 大也没动静之后，原理上10拿9稳，在这个安静的开局过30秒时间点 ，T 方已经拿下了 B 下，并准备上 A 小。蜜蜂们这时候也是铁了心要多人拿取一边的图控，3人回到 A 小准备拼搏 ，Apex 手捏一颗瞬爆闪，成功抓到刚上 A 小的 T 方。这里第二拍假装后退，在屋这里稍微小皮了一下，回去多看了一眼，哦，被插箱抓到。这拍之后就两方的心理博弈了。Gem 的指挥风格是在许多选择尝试照常理反着来。正常来说 ，T 方听到 A 小那么多人，可能就不想继续打，就转点打中或者打 B。第二拍摸进 CT 中近点的 Nota 也听到守方此时跳下 CT， 防止他们转中路，所以 Gem 哥偏叫小老弟们，哎，我们就回去打 A 小吧。此时 A 点剩下 Apex 一个人，他丢了一个 A 小烟，同时提防 A 大边线。粉丝也意识到中路还是没动静，还是有可能打 A 小，这里很胆大心细的搞了出烟中恶鬼，真的赌到了，启动了 A 小的 T 方。很可惜只拿到一个侧脑就被稍微晚启动的 Gem 给补掉，还好点上 Apex 扛着，美纪则从 CT 赶回来补掉最后一名。蜜蜂的决策判断既迅速又联动，还有选手们的细微操作，这里如果是平常5排的小伙伴们，可以试试看玩这样的开局。要提点各位的是，中路单兵成员给资讯非常重要，什么时候对方下烟的脚步声等等，都是对资讯判断很重要的提示。同时也要小心 B 点的侧边枪线，要站在可以既能获得资讯，也能保持身位安全。毕竟这个单兵边线掉了 ，B 点也就这么破了。接下来看看第3局，这局的重点在于看 Fatality 如何处理进攻方中转 B。这局也正是前半场的经典模板 ，PV 一步步的用道具抢下中路的周边图控，而 Apex 与 Mercy 对中路仅做一些被动的道具回应，算是一种直接放杀敌给你的概念啦。时间剩下1分钟时，敌方给了 CT 烟准备打中夹 B。天地场上常见到玩家喜欢分散力量，B 点就算有2名防守人员，也会试图探头杀敌，甚至在沙地强硬碰撞。但蜜蜂选择最大限度的信任队友，才是能互相支援的位置，并抱团应对。B 点内2人稳稳踩住点内 ，A 点3人则快速集结回到 CT， 开烟之后从侧面夹击，让 B 外尚未进点的敌人承受腹背受敌的压力，并靠着迅速的 CT 中路回防集结，就瓦解了整波中路攻势。这边获胜原因在于 B 点内信任 A 点队友的回防，最大限度踩死 B 点 ，A 点的回防联动也非常迅速。第4回合，这回合 Apex 把思路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开场就蹲在 CT 箱上听取资讯，因为判断这局敌人大几率是一口短枪局，势必会抱团突破短枪线，所以更没有理由冒着单人被抓掉风险去探头。全队只要拟好道具，踩住优势长枪线，他就待在最安全的位置听取资讯。就算 PV 提速强行过中路，他就早已在相对容易支援的点位就绪了。真的假沙地烟以及 A 小大部队的脚步声，让 Apex 完全提前识破这波攻势。在 A 大边线的 Frenzy， 我觉得他这边很大心脏的地方是，明明知道前方 A 大还有可能有个边线，但在得知 A 小的敌方将多人启动情报后，便迅速来到 A 小烟前，利用自己短枪的机动优势位置支援载物。而 Apex 也在 Frenzy 放掉 A 大线路后，迅速补上枪线，让 A 大侧翼的夹击也被完美瓦解，展现了蜜蜂的防守核心思路，反应迅速，集中火力，协同作战。来到第5回合，蜜蜂依旧维持的相同阵型，并在 A 小与 B 洞窄口持续以道具压制，这也是目前为止最惊险的一局。敌人同样在回合中段选择夹 B 点，但这次未能像之前一样快速有效的 CT 回防 ，Apex 持续关烟无果，冷气在 A 门回防，不过还是无法及时支援，导致对方成功出了沙地，完成对 B 点的包围。Robs 率先找到 B 洞出点突破，此时只剩26秒 ，B 点仅剩美 Z 一人 ，B 点内外共有5名PV 成员团团包围，若不是 Mercy 凭借过硬的个人实力，在吃火后仍掌握完美的探头时机，拿下4名敌人。第7局是我本场觉得最有趣的回合，虽然这里会有点跑题，不过这里对手 PV 的 Gem 实在太阴了，利用他的钓鱼战术成功突破区分。粉丝在前几局一直在 A 门担任存在感很高的边线，甚至配合 Apex 与载物的道具，在 A 门给敌人非常大的压力，但这局被 Gem 利用这点引诱蜜蜂上当。同样来到约1分钟左右，PV
PV 又给了 CT 烟，摆出一副又要突破中路的样子。但这次 Gem 躲在 A 门外的经典老六位 ，FaZe 推出 A 门后 ，Gem 竟然选择放他通过，先把资讯交给中路队友，随即毫不犹豫的转向 A 大，而不知道心中一泄露的 FaZe 则被 Belchnock 轻松收下。此时债务和 Apex 注意力能放在中路 ，Gem 早已摸到 A 大背身，直接击杀债务 ，A 点只剩下 Apex， 面对 A 小与 A 大的两边夹击，无法防守。在这1分之前，蜜蜂是6-0的。蜜蜂以一样的布阵能成功防守，其实没有太多理由在阵型上要做过多的变化，反正对手也突破不了。而 PV 除去 Eco 的强起局3局，3个大枪局先后尝试往中路做突破，就认为前2次战术排布本身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只是执行的细节上没有到位，先后被 Apex 与 Mercy 的个人能力破解。第3次 Gem 做出了改变，佯中打中，实则在 A 门边线钓鱼。智取 A 大 FaZe 以及债务，才得以突破 A 点。这局其实赢得阴险，但也不算轻松。第9局重点3A2B， 两人布局 A 大 ，Apex A-Ram 看 A 小的动静，可惜 Apex 身上道具还来不及使用就倒地啦。FaZe 钻了时间差，换掉了1个人。所以这局的观察点主要是可以看债务的大狙如何不照进的利用安全身位与持续给予道具去拖延进攻。炸一颗换了1个残血，最重要的是这颗火拖延了匪方上包点时机，让后方 Robs 可以快速推进屁股，抓到侧脑2人。第10局 B 点 Robs 与 Mercy 难得2人浪一回啊，慢慢的推进 B 栋拿资讯，结果还真的看到 T 方的 B 栋卡人，可惜2人被抓到只换掉1个人。重点是 Apex 一听到 B 栋队友交火，马上踩一个 timing 冲进 B 点内，匪方也没想到这么快，怎么就有一只疯狗冲到洞口脸前，被硬生生的换掉2个人。Apex 又替其他队友拖延住了一些回防时间，这里FaZe表示我是疯狗，他冲进的洞口，这把就是要管你什么联动啊，老子就是要杀，直接拉掉了 Gem， 留下耶稣拿着道具满脸问号死去。这群人打得太顺风顺水，杀疯啦！因为在这场对上 PV 比赛中，实在比较少看到进攻方成功打入 A 点的回防方式，我还是找了一场对上 Mouse 的范例。开场一样2人压 A long，1分10秒左右 ，T 方开始启动攻势。首先 Apex 这边有点调皮失误啦，火失败了还被打掉。随后 FaZe 在封烟的 A 门近点拿着冲锋枪击杀2人。可惜被第3位补掉 ，T 方小道上了2名成员。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蜜蜂的回防方式。B 点的防守者 Robs 与 Mercy， 还有中期跳尾 CT 紧加的债务，决定一起从中路清查。出点时先清陛下插香，最后方的 Robs 一直架着 A 秀露头位，以免 T 方边线听到脚步声出来打队友。Mercy 身上拿着火在小道单独等债务和 Robs 一起从 A 大同步回防，这里就比较没有同拍了，债务自己先拉被顺秒。我们这里将观察重点放在 Robs 如何依靠个人能力击杀对手，分段式预瞄，先转掉车位，不断左右小放生，一拍一拍一拍，再拉出击杀相后位的第2人。此时就是2打1的优势局了，因为弹点附近太多烟不照进，非常有耐心的等待美 Z A 小烟消了，才往前慢慢推进，小心烟边的枪位。最后一直让非常紧张 A 栋的 T 方被侧脑美 Z 给补掉了枪线。虽然这里我觉得 Spinks 身位选择判断有点小失误啦，但是 Robs 临危不乱的精彩个人表现和判断还是很值得学习。一样下一回合 Mouse 在1分钟左右又从 A 桥打进点上，此时3打3的回防局，FaZe并没有很着急的直接从 A 大回防，而是边注意边线边等待 B 点队友回防。虽然这里单纯是 FaZe 直接大杀特杀解决掉了这个回防，不过这局有2个点可以讲，一个就是比较基础的观念了。我常看到低分段玩家 A 秀一爆炸就急着从 A 大着急回防，其实 A 大大可以像 FaZe 这样继续踩住，等队友回到 A 秀或 CT 回防，形成2边夹击。第2是可以看 Mercy 这边，这里从 CT 回防也不用太害臊，一直用进步的丢了这颗过点保护烟，让他可以先快速的清查头上啊小套的位置。这拍可以看出来蜜蜂整体回防步调很迅速，毕竟对手没有大枪 ，A 大都已经抓2个人了，另外一边侧边的队友也应该同拍加快步调。综合以上战局范例，我认为小蜜蜂强大之处就在于2点。当然，第一就是5位成员都没有短板，每个人都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第2就是因为上一点而产生的极致的信任感与联动，没有弱点，成员间产生了无条件信任，进而达成如同共用大
大脑般的团队协作，真的是蜜蜂啊！虽然 Apex 个人表现或枪法偶尔会掉线，但他身为指挥官，脑袋与嘴巴都要高频的运作，这点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的经验丰富，总能判断出意想不到的操作。而 Flancy 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极有机会冲击年度排名第3，甚至一举拿下最佳 Opener。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分析他个人操作的专题影片。Mercy 则是那一种极其稳定的选手，他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数据做出逾矩的行为。即使前几局队友杀疯了，没他的事，可是，一旦战火延烧到他驻守区域，依然还是可以保持着手感完成击杀，绝非单纯的功能性选手。而最后一块的拼图，老硬币之王 Raps， 虽然这支影片防守方比较少看到他的华丽演出，但他对图控的判断极其出色，担任防守方时甚至偶尔可以转成副狙，给予强大的压制。最后是去年的最佳选手载物，我最佩服载物的一点是，即便个人能力常年处于变态级别，但依然还是保持那种不温不火、听从团队指令的风格，但还是不失个人灵性。虽然社群常说他不像 Simple 或是 Dunk 这种有点那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但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是缺点。你可以说这是载物的这种个性，让他成为了这支小蜜蜂战队的定海神针。只要这5位选手场外没有身心或突发状况，我目前还暂时想不到谁能取代他们任何一个人。这支队伍现在太过完美了，每个阶段的团队决策、配合交火当下选手的微操判断，彼此支撑。我在社群看到这张图，显示小蜜蜂处于金字塔顶端，下方甚至还没有队伍可以稳定的挑战他们，这确实符合现状。除非他们有哪一场赛局全体绕赛打出了 C game， 而对手刚好打出 A game， 才有机会一搏。Prevision 也是一支我很期待的队伍，他们纪律、化学反应都很不错，可惜经验确实不如目前小蜜蜂的老大哥们，细节处理还差了一小截。你们觉得呢？目前有哪支队伍能挑战 Fatality？ 今年小蜜蜂还能创下惊人的连胜纪录吗？或是希望我们做哪一位选手或是战队的 demo 分享，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平常做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当哪干，或是花一杯纯茶手摇饮的价钱加入会员支持我们。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